大雄十分吃惊，阿姨太厉害了，竟然能带领大家打造出这样的王国。哆啦 A 梦也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留下了净化光束而已，小家伙们就能打造出这么先进的国度。随后，大雄和哆啦 A 梦立即在街头大声宣告众人，马上就要发生很严重的天灾了，有火山爆发，还会高度缺氧，地球就要完蛋了，大家赶紧收拾行李逃啊！但众人无动于衷。这时真的发生了地震，但居民们却早就对这种小地震习以为常了。狗警察还把大雄和哆啦 A 梦当作是可疑人物。意识到大雄是人类之后，狗警察就很生气，看来他们没有消除被人类遗弃的记忆，毕竟这曾经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哆啦 A 梦和大雄逃走后，像一只小猫咪打听到阿姨已经当上了总统，而且就住在对面那个山坡上，但这里守卫森严，走大门是不行了。于是哆啦 A 梦和大雄用穿透环和隐身斗篷悄悄溜了进去。另一边，我们终于看到了阿姨，此时的她已经长大了，变成熟了许多，而那只小猫也在她的身边。忽然又一波地震来袭，哆啦 A 梦和大雄从隐身斗篷里跌了出来，被监控机器人发现了，于是他们赶紧冲进宫殿里想找到阿姨，可士兵们已经追了过来，混乱中他们躲进了厕所里。另一边，阿姨在听大臣报告火山引发地震的事儿。这波地震比以往都强烈，而且他们检测到这次的火山喷发是来自地球中心的。阿姨觉得需要提前开始警戒，但大臣们却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时，大雄终于找到了阿姨的办公室，大雄赶紧告诉阿姨，马上就要发生大灾难了。但小猫已经不记得大雄了，他叫来警卫准备拖走他们。阿姨此时也没认出这个人类是谁。在警卫拖走大雄的过程中，阿姨小时候佩戴过的项圈从大雄口袋里掉了出来，她捡起这个项圈走向净化光束。另一边，大雄和哆啦 A 梦已经被押入了大牢，大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没想到阿姨竟然真的忘记了他。但哆啦 A 梦认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让阿姨了解到这次火山爆发的危险，如果阿姨能想起大雄是谁就好了。这时大雄忽然想起来自己把阿姨小时候的项圈带来了，哆啦 A 梦刚要夸他，可没想到大雄左翻右找也没看见项圈。画面一转，阿姨盯着项圈和光束思索了好久，终于阿姨想起了跟大雄之间的回忆，她抓着项圈立马飞奔过去。但这时又一波地震袭来，居民们感受到这次地震的强烈，开始慌乱了起来。哆啦 A 梦推测弟弟的火山应该就快要爆发了。阿姨眼泪汪汪地找到了大雄，她戴上了项圈，扑进大雄怀里。虽然她现在已经是一只比大雄还高的狗狗了，但仿佛她嗷嗷围着大雄跑的日子就在昨天。因为想起了大雄，阿姨终于相信地球即将发生的是灭顶之灾。大雄想让他们借助哆啦 A 梦的道具迁移到别的星球去，但阿姨有些舍不得放弃他们一手建造出来的成果。大雄问哆啦 A 梦有没有能阻止火山爆发的道具，但会改变历史的事，哆啦 A 梦是绝对不能做的。谈话间又一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阿姨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到中央公园，因为她要亲自向大家说明离开这里的方法。哆啦 A 梦拿出宇宙救命小艇和增加镜，他打算用这个方法让全体国民搭乘小艇去往安全的星球，但居民们却不太相信人类和蓝色狸猫的话。随后他们又认出总统阿姨脖子上戴着的是人类给狗戴的项圈，这让他们又回想起了过去被人类套着项圈过着的悲哀生活。居民认为阿姨已经变成人类的走狗了，但阿姨大声地说这个项圈是她和大雄之间羁绊的证据，但居民们却听不进去，甚至开始拿石头向大雄他们砸去，局面开始失控。但阿姨还是一如既往的忠诚，她为大雄挡住了飞来的石子。她再三解释自己戴着这个项圈并不代表她会被人类牵着鼻子走，而是证明了他们之间友情的存在。阿姨说出了自己跟大雄之间的故事，她觉得大雄收养她的那段时间，她真的过得很幸福。人类也并不只是会遗弃宠物的坏人。
这其中也不乏有把猫狗真的当成家人一样疼爱的。随后人群中跑来一个小孩，他拿出毛巾让阿姨擦拭脸上的伤痕。他愿意相信阿姨总统所说的一切，因为他们能有今天的生活，也都是在阿姨总统的带领下才做到的。紧接着，一位老爷爷走上前，托起了大熊的手。熟悉的触感让老爷爷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温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相信阿姨总统和大熊，居民们开始逐个乘上宇宙小艇。哆啦 A 梦在紧急寻找着合适的星球，终于他们找到了一颗有水也有空气的星球。哆啦 A 梦将所有飞艇设定了自动导航，但此时多处地壳已经开始出现裂痕，阿姨开始紧张了起来，希望所有居民都可以顺利脱困。火山很快就开始喷发了，大家加快了速度，飞艇一艘接着一艘驶向宇宙。大家都期待着总统阿姨在新的星球带领他们创建出新的王国。终于在紧张的气氛中，所有居民都撤离完毕，只剩下阿姨、小猫和几个护卫了。这时火山越来越活跃，岩浆开始向四处喷发，有一些甚至飞向了时光洞口的方向。哆啦 A 梦放心不下，拉着大雄过去查看。大雄让阿姨赶紧乘上飞船逃离，可等两人赶到时光洞口后，发现正好有一枚火山弹挡住了洞口。哆啦 A 梦拿出闪射披风，准备把这枚火山弹吹走，可是越来越多的火山弹向他们砸来。随后他们被两棵巨大的树压住，动弹不得。眼看两人就危在旦夕了，关键时刻阿姨竟然找了过来，她用力搬开树木，救出了大雄和哆啦 A 梦，随后还用杠杆原理帮他们撬走了堵在洞口的巨石。最后大雄依依不舍地与阿姨拥抱告别，但现在的情况容不得他们再婆婆妈妈的了。大雄钻进时空洞里后，阿姨连忙把哆啦 A 梦也扔了进去，随后他才快速奔跑着离开。他也很舍不得大雄，舍不得这片土地，但活下去才会有更好的明天。大雄回去后依然心系阿姨，他很担心，不知道阿姨最后有没有顺利脱困。这时哆啦 A 梦拿着报纸飞奔过来，原来在之前出木山一直念叨着的那片遗迹里出土了一座大熊面的雕像。哆啦 A 梦让大雄不要担心，因为雕像旁边放着阿姨的项圈，他认为这一定是阿姨留给大雄的信号。他想告诉大雄，我平安无事。经过哆啦 A 梦的开导，大雄终于又恢复了精气神，他也会带着跟阿姨的美好记忆，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的。好了，本期问题，你跟宠物之间有发生过什么暖心的小故事吗？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